大家好，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领峰地产的老板冯山先生呢过来呢，我们一起呢探讨一下2025年多伦多地产的这个趋势吧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那个美国的关税大棒是已经压下来了。那我们也知道，那个特朗普好像今天那个早上看的新闻，就是他对那个汽车行业又延了30天，这个也非常特朗普的风格。对，在2月份的时候，他说要打关税，我们就已经预期到他真正时间到的时候，他可能就说再延个30天。到了30天，他果然就真的就延了30天，而现在又来了。某一些产品的那个关税又来30天之后30天，所以它就非常飘忽的这么一个变化特别大。对，现在美国这个关税吧，尤其特朗普上台以后，这个世界形势是动荡不安，所以大家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特朗普，他每天他说什么了，做什么了，可能都会影响到世界的经济啊。那最近呢，大家肯定最关注的就是3月4号对加拿大征收25%的关税，虽然说它部分产品可能再延1个月。但是呢，总体来说呢，我觉得他对加拿大这个增加关税这个事情呢，暂时的话他不会放弃的。对，从目前形势看，应该是不会放弃。对，而且他这个关税，这么看来应该是会延续一个比较长的时间。因为我觉得这次特朗普，因为他在上一届，就是他在那个拜登之前那一届，他已经是想实施这个关税，只是在实施之前突然间跟各个国家你勾选完之后。然后又临时就谈妥了这个条件之后就取消掉了，包括跟墨西哥，包括跟加拿大，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关税战并没有真正打起来。但这一次他有经验了，他知道该怎么做，而且他又是特别特立独行的一个人，大家都觉得他是个疯子，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。他是一个零和游戏的人，绝对不是跟你共赢的。就是我有时候跟同事说，特朗普这个人就属于。就比如说跟你大家一起上桌吃饭，摆了很多菜然后很多汤很多菜那个本来就是那个美国人胃口大一些，可以多吃一些，分到的那个菜呀汤都可以多一些。那加拿大胃口小一些，墨西哥胃口小一些，都能分到少量的，分到一杯羹，对，分到一杯羹都能上桌吃掉。但是特朗普现在明显就是说。我想全吃了，那加拿大就不干了，那他为了抢回来，他就只能反向去打关税，造成两败俱伤的这么一个局面。那关税实际上是有好有不好的，大家都知道。其实特朗普心里也清楚，对他美国的经济也是有很大的影响，也有很大冲击。因为真正到最后，他是这些关税全部都加征25%也好，就是最近那个钢材、铝材产品 on top 又加25%，就一共加起来是。50%的那些某些产品的关税，对，非常高了，非常高，压力很大。对，它等于是最后那产品进来了之后，本地的那些消费者，他们去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，是由消费者自己去买单的。买完单之后，等于是本地的消费者，他其实也要付更高额的这个费用去购买这些产品，所以说对美国本地也会有非常大的冲击。是的，所以我觉得两国之间的这种博弈这种贸易战的话，肯定呢最后的结果是两败俱伤。就对加拿大肯定是冲击呢，我觉得可能更大一点，因为加拿大人的这个承受力承受能力会比较弱一些。美国呢，它毕竟财大气粗，它可能承受力呢比我们要稍微强一点，但是这个影响也非常的明显啊。你看3月4号这个刚刚出台加税这个政策以后，美国的几个汽车行业的这个股票就大跌了，所以呢影响真是立竿见影的。你刚才还提到你说关税呢，可能它有它的好处，我不知道好处在哪里。它的好处就是，等于是比如说加拿大这一边的那个产品，铝材产品也好，钢材产品也好，它那个给你打了很高的关税，包括加拿大本地的那些农产品，石油也好。等于是美国虽然是它部分的那些消费者要去买单，但实际上它就因为提高了这个关税，导致加拿大这边包括墨西哥那边，它很多的那个公司它就会发现往美国出口费用变高了，费用变高之后，他们自己会负担不起，他们会选择把自己的部分的那个。厂房，比如说在多伦多的关掉，直接跑到美国去开厂，美国去请，他就可以中间避掉关税的这一个环节。这是美国想看到的，这就是完全他想看到的。实际上最近我看了一个新闻，有几个 IT 公司，包括我们加拿大一个本土大企业 Shopify， Shopify 都已经决定
把加拿大的对，就是它的那个就很多那个研发呀，包括它那个本地的那些都会去美国，包括加拿大。当时他一说汽车产业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加拿大就北边 Aurora 有个大对 Magna， 我说 Magna 影响一定会很大，非常大。他做的汽配都是供给美国各大公司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对，那他有可能依赖美国的，对，依赖美国市场的，对，所以他有可能就如果他这个汽车关税继续执行下去的话，类似 Magna 这样的各种的那种汽配的这种公司。厂家、厂房，它都有可能会把这些职位在加拿大取消掉，在美国进行招聘。对我们可能现在看到的直接的影响啊，就是说可能很多大企业它就外流了，就会流到美国去，这样呢就是给加拿大的企业呢造成一些损失。那这些企业外流了。那个附带着的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失去工作了，今天早上一个新闻说，加拿大的那个 unemployment rate。有可能直接就从比如说5.几、6%就会涨到8%了，这是很恐怖。对，这个是比较恐怖的，因为这个 unemployment 去到8%的时候，就几乎就是你感觉这个只有一个2%的一个差别，但是很多就是比如说是那个很多人是退休了，实际上是不算在里面的，很多人是18岁以下的也不算在里面的，所以它真正的这个比例就是在就业的这个人口比例里面，它是一个2%的一个增长的话，实际上在整个市场上是那个动荡影响是很大的，是影响是非常大的，而且现在大家的生活的负担非常重，如果你一下子丢弃工作了，你就可能就真的没办法养家糊口了，也供不起房贷了，这是很大的危险。对，这个房贷这个应该会是就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就可预见的，因为现在大家可能还没有感受到它现在的影响。说各种食物会上涨，因为我们也反向关税美国了。对。那个各种的那个物品的价格它都会上，就当它上涨的时候，就是对我们加拿大本地的那个影响也是比较大的。那两个国家之间打的这种关税战肯定是两败俱伤的。那就是 unemployment rate 它升高了之后，加拿大的这个可预见的这个经济整体的情况，它慢慢的就会走一个下坡路。有的人会发现，哎，突然间。我的这个工作没了，我工作没了之后，我就发现我很多的日常开销就不愿意去了，或者就算是有工作，他总会想，我的这个工作会不会过2个月就没了，或半年之后是不是很焦虑，对，大家会焦虑的心态，就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消费的这个观念，对，大家信心了，就大家对这个消费信心会减弱。对，大家要是有注意一下的话，就是我们刚刚也讨论了线下，就最近的这个很多的那些 Plaza 的那些车流。变少了那个 shopping mall 里面的人流也变少了，就是实际上对现在已经有信心的影响了，但真正的影响它还会是一个刚刚开始，对，才刚开始，所以是开始。你说我们有没有解决办法？其实真的不多，因为加拿大跟美国基本上是相当于以卵击石那种，对，没有办法抗衡的。对，所以呢，现在就有2个国家领导人呢，他们肯定要想办法协调一个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。那到最后的结果到底如何呢？我们现在可能还是要拭目以待的。